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全球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22号星期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欧洲盟友关注28点计划，川普表示不是最终版。政治只是政治，中国民众淡化日中紧张关系。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被捕。支持者抗议，川普表示遗憾。东北衰退愈发严重，专家分析是中共体制恶果。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六，欧洲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在 G20 峰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是俄乌和平的谈判基础，但是需要额外的工作。同一天，川普也告诉记者说，这个和平计划不是他的最终版本。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乌克兰接受28点和平计划，最后期限定在下周四。不过，这个周六，他告诉记者，计划还可以改动。No, not my part. No, we'd like to get the peace. It should have happened a long time ago. 同一天，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正在努力，希望对美国提出的28点计划做出协调一致的回应。英国首相斯塔默认为，对于长期公正的俄乌和平，28点计划中含有很多必须因素，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工作。他希望周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谈上进一步推动俄乌的和平进展。届时，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将与美国高层和乌克兰官员会谈，就28点计划做商讨。川普版28点和平计划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但要求乌克兰武装部队不得超过60万人。此外，乌克兰必须割让东部顿巴斯地区，同时承认俄国获得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周六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发言中明确表态。28点中还包括乌克兰需要同意将不加入北约写入宪法。另一方面，美国与欧盟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的强有力安全保障。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秋月、田园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挺台言论引发了中共持续高调的攻击。周五，中共又向联合国致函，指控日本试图武力干预台海局势，声称要行使自卫权。不过，中国民众却不以为然。在2025年的广州国际车展上，不少民众吐露了心声。中共常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周五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信中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台湾的回应违反国际法和外交惯例，声称如果日本对台海局势武装干预，中共必将自卫。对此，日本外务省回复路透社问讯时表示，已经注意到傅聪的信件，并强调说，日本对和平的承诺没有改变，中共的指称完全不能接受。尽管中共对日本的威胁言论不断升级，但国内的民众却不以为然。周六，在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广州国际车展上，日系车仍然吸引了不少中国民众。他们表示，质量和性价比比政治更重要。因为中国之前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像之前砸日本车，就说还有出了人命，甚至有个日本车主头被砸破了，出了人命。我觉得还是会有影响对日本车。其实还是看普通公民的接受程度吧。虽然他会做这样的宣传，但是人们自己心里会衡量出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到底是怎么说？到底是有没有意义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会人们自己心里会衡量的。即便是官媒的造势，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自己心里有一杆秤吧。还是看国家之间他们怎么去处理咯。我们的话还是看产品质量，看价格，还有看它那个性价比。
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就是说不能混在一起。在今年日本二战战败80周年前夕，中共大力推行仇日宣传。另一方面，引用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称这是中共对台湾拥有主权的法律基础。不过，他没有说明的是，这2份战后宣言是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中华民国才是二战战胜国，也是战后建立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刘芳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挺台言论引发中共报复。中共除了从旅游、文化、禁止进口水产品等方面的报复，是否会像2010年时切断日本的稀土供应？请看分析报道。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格兰特·纽瑟姆是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当中国发动攻击时》一书的作者。他表示，当前的中日争端，中共可能像2010年那样打出稀土牌，但日本已没有那么依赖了。The Japanese have done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one else at breaking the dependency on the Chinese for rare earths. They used to be, well over 90%, and now they've got it down to about 60%, which is a lot less than us. 纽瑟姆还表示，日本人一直关注核武和核能。当危机出现时，日本和美国可能会做出许多目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Well, they've got nuclear power, but they've been thinking about nuclear weapons for a long time. They are, of course, as we heard during sort of the end of the Prime Minister Abe era, but also after he stepped down, he was talking about things like, well, maybe letting the Americans bring nuclear weapons onto Japanese territory. That might not be such a bad thing. And the Japanese have always been very concerned that the Americans might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to defend Japan if necessary. 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教授史蒂芬·纳吉认为，当前中共将继续从不同方面施压日本经济，但日本不会改变立场。So they've cut off seafood exports into China. They're likely to cut off other trade imports into China. I expect ad hoc inspections on Japanese businesses in China. I expect exit bans on some Japanese citizens. There'll be quite a few different tactics used by the Chinese to try and shape and influence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但分析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策略的效力也会递减。Every time they use these tactics, Japan learns how to manage this, and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learn how to manage China's coercion, and they become less effective, not more effective. 金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宇维综合报道。周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被当局正式逮捕，关入监狱。此前，他已经被软禁数月。美国总统川普周六对这一消息表示遗憾。川普说，他昨晚才和他通过电话，原本打算近期会面。周六，当记者追问川普总统对博索纳罗被捕有何评论时，川普惊讶地回答表示不知情。在确认消息后，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太可惜了。” So I spoke last night to the gentleman you just referred to, and we're going to be meeting, I believ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It's too bad. 巴西最高法院认定前总统博索纳罗密谋政变而判监27年，引发他的支持者们抗议。由于担心在支持者的守夜活动中逃跑，本周六当局下令拘留博索纳罗。博索纳罗在2018年竞选活动中遭腹部刺伤，之后多次住院并接受手术。当天，他的医疗团队成员帕索里尼医生前往探视。Queremos Bolsonaro livre, livre e longe dessa injustiça. Que isso tudo é muita injustiça que está acontecendo nesse país. Nós não podemos nos calar.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新、张瑞琪综合报道。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周五宣布辞去议员的职务。他曾经是川普的铁杆后援，但是近期两人却公开决裂，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I'll be resigning from office with my last day being January 5th, 2026. 川普日前不再支持他的昔日盟友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最近几周，格林批评川普过度注重外交，而没有美国优先。两人也在性犯罪者爱波斯坦档案是否公开上出现分歧。尽管川普一度反对，但他近日还是签署法案，要求司法部在30天内公布爱波斯坦案相关文件。
格林也强力支持过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And I have fought against Democrats' damaging policies like the Green New Deal, wide open, deadly, unsafe border policies, and the trans agenda on children and against women. With that has brought years of non-stop, never-ending personal attacks, death threats, lawfare, ridiculous slander and lies about me. 面对格林的指责，川普先前回应说，这一切似乎开始于我寄给他的一份民调，显示他不应该参选参议员或州长，他的支持率只有 12%， 毫无胜算。目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各有219与213席，格林辞职后将削弱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优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刘芳综合报道。周六，英国《每日邮报》母公司《每日邮报》和通用信托公司宣布，以5亿英镑，也就是大约6.5亿美元，收购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这一收购一旦完成，它将成为英国最大的右翼媒体集团之一。《每日电讯报》成立于1855年，是英国销量最高的报纸之一。近日，这家主流媒体曝光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节目中不当剪辑美国总统川普演说的视频，事件导致 BBC 总裁引咎辞职。目前，每日邮报母公司对每日电讯报的收购交易已进入独家谈判期，已确定最后交易条款和准备法律文件，预计交易将很快完成。1星期前，美国私募股权公司红鸟资本刚刚撤回对每日电讯报的收购。路透社根据红鸟资本的知情人爆料说，每日电讯报高层一直存在反对红鸟资本收购的声音。今年5月，美国私募股权公司红鸟资本已同意用5亿英镑约 6.7 亿美元收购 TMG 媒体集团。该集团旗下拥有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等英国主流媒体。当时，多家人权组织发布公开信指出，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的红鸟资本与中共存在关联，恐威胁英国媒体的多元化、透明度和资讯完整性，并要求调查。不过，红鸟资本否定了这种说法。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邱越、江迪亚综合报道。周六，尼日利亚基督教协会表示，1天前在北部一所学校遭到武装分子绑架的师生高达315人。民众对此表示担忧，认为政府没有起到保护民众安全的作用。劫掠事件发生在周五早上，除了先前公布的215名学生，还有12名教师被武装分子绑架。另外，88名学生在试图逃跑时也被绑架。We don't face insecurity for this country for a very long time. No, no things now because sitting on a top tank. We can't talk say how to make the thing worse. No, even before now, we don't face more than this. Very, very more than this. So, what is the government going to do for us? We say, may they help us secure our life, because this thing don't turn to something we say an everyday topic. Today we talk and tomorrow we talk and next tomorrow we still talk. I beg, may they try help us. 校园绑架已经成为尼日利亚局势不稳的典型特征。恐怖分子为引起人们更多注意，把学校作为了战略目标。The government know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because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army who has jet fighter should notice these people whenever they are, but they cannot do anything just because of most of them their children is not in Nigeria, most of them their children is overseas schooling. So what of those people who doesn't want to take their children to overseas so that they should die? So we should hold government responsible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We don't have a good government. 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绑架事件负责。周六，尼日利亚关闭了所有学校，以应对安全危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刘飞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东北衰退愈发严重，专家分析中共体制恶果。中国东北3省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人口急剧外流，养老金体系濒临崩溃，俗称的东北现象已经成为了全国焦点。分析认为，东北的现状或将是全中国的未来。
东北现象是指东北地区在经济、人口、社会结构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重工业结构难转型、人口结构恶化、经济断崖等现象。近年来，东北3省人口危机持续恶化。近10年来，东北3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超过1100万人。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黑龙江省的人口出生率为3.5%，相当于每1000人只有3个新生儿，为全中国最低水平。同时，离结比高达81%，且老龄化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辽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900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21.9%。种种迹象表明，东北人口在加速减少，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使东北危机更加突出。分析指出，这是中共计划经济与国有制在东北贯彻最彻底的直接结果。东北曾是中共模式的试验田，如今却成其最大受害者。98年是什么呢？那是整个全国的工业全行业亏损。这时候中计是要搞改革，那东北它是老工业基地嘛，这个改革是一种掠夺式的、强迫性的，导致了东北大规模的下岗，自身的经济坍塌，解决不了就业问题，那只能逼得东北人外流。就是说，中共它那个体制在东3省它是那个最鲜明的，实现的是最彻底的，所以它对整个社会的戕害也是最严重的。现在这个恶果都暴露出来了。分析还指出，东3省现象预示着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性危机的缩影。如果中共政局继续向左转，如果全国各地都跟着东3省那样紧跟这个做法的话，那东3省就是先行一步，大家都逃不了这个命运。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悦，特约记者顾晓华、李元明采访报道。中共上个月突然祭出的稀土管制引起了各国的警惕。继美国之后，欧盟也宣布投资澳大利亚矿产，确保稀土等关键原材料的供应。接下来很快会公布具体的合作清单。欧盟贸易专员马罗斯·塞夫科维奇周五宣布，为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欧盟已完成第1轮特别计划。其中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是优先事项，因为欧盟正面临稀土与锂金属短缺，而这些矿产对 AI 研发、国防产业起到关键作用。欧盟澳大利亚的合作模式仿照日本，日本通过投资矿山和加工厂满足自身的关键矿产供应。早在2010年，中共曾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禁令，当时对日本的高科技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促使日本开始寻求其他供应链。欧盟或准备用入股、签署长期合约或合资的方式与澳大利亚合作。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透露，近期会公布更多细节。今年10月9号，中共突然扩大稀土出口管制，让世界各国措手不及。美国快速反应，仅在11天后的10月20号，就与澳签署了稀土与关键矿产协议，确保供应链安全，对抗中共垄断稀土。预计未来6个月里，美澳会各自投入至少10亿美元，启动新的采矿和精炼项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田园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感恩节临近，一窥400多年前首次菜单。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这一天的重要性不亚于亚洲人的新年。感恩节的餐桌上少不了火鸡、馅料和蔓越莓酱。不过，400多年前清教徒和原住民的第1次的感恩节的盛宴上，这些东西可不见得出现哦。从历史记录看，1621年普利茅策的第1个感恩节中，唯一提到的食物是6只鹿，因为当时在英格兰，鹿肉是贵族阶级的特权，平民吃不到，能在宴席上吃到鹿肉，格外令人兴奋。Cranberries were around, but they were bitter, and people generally didn't eat them until they had enough sugar to pack into it. 而当时没有太多甜味来源，糖是非常昂贵且罕见的调味料。There weren't potatoes either. Potatoes weren't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part of the English or the colonial staple diet for over 100 years. 比克汉姆表示，他们有可能吃南瓜和生蚝。当时美洲原住民主食有玉米、豆类和南瓜。原住民教会第1批清教徒种植作物和捕鱼，生蚝是清教徒撑过第1个冬天的关键。
估计南瓜派不会出现在餐桌上，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乳制品，也不清楚当时有没有火鸡大餐，记录中并没有记载。So many of the traditions that we associate with Thanksgiving today, like the turkey on the table, took sha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ranberry sauce wasn't big until the 20th century. Pumpkin pie didn't really take off as a major dessert for Thanksgiving until 191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感恩节的菜单一直随着时间而变。比克汉姆教授提醒，感恩节真正的重点不是你吃了什么，而是你和谁一起度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高玉综合报道。有着日本市内最高级别之称的盆栽大观展正在京都举办，来自日本全国的名目齐聚，尽显日本盆栽艺术的极致美学。真白以神、舍利、苍翠干色、强烈扭转的干式，完美配合蓬勃的叶棚，在11位审查员的严审下脱颖而出，获得内阁总理大臣的最高奖。一盆来自大山的名目夺得亚军，它以豪放气势和荒野之美诠释出自然的残酷，成为展览的另一焦点。舍利在盆艺中特指因风雪或人工而形成的白色枯干，神则指白色枯枝，两者均象征着自然的无情与生命的顽强。本届日本盆栽大观展为第45届，3800平方米的活动展区分为获奖作品区、特别展区与个人展区等多部分。展品包含松柏、杂木等众多种类和大中小多规格作品，是日本顶级规模的盆栽展。盆栽独自成景，每个都风姿卓越，其中不乏上百年名木。名为麒麟的红豆杉树龄最久，已有350年。展览还特别设有盆栽师的现场表演，展方特邀历届冠军得主亲自展示盆栽技艺，修剪、绑线造型、拉枝、扭转等技艺，将盆栽美学展露无遗。在大自然中生长了几百年的树，给观者带来力量，给予人们明天的力量。我希望把这份力量传递给世界。我们设置了固定展位，比如今年展出了需多人搬运的大型盆栽，希望观众能体会盆栽的侘寂之美。希望年轻人能来看看，来感受这些被精心培育良久的生命的历程。展会还设有集卖会展区，提供多种亲民盆栽。西有大观展，东有国风展。明年2月，同等规模的盆栽国风展将在东京举办。新唐人电视台日本记者站京都采访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格陵兰海豹皮工艺100年传统面临市场考验。在格陵兰，因为极地生活艰困，海豹一直是因为纺织和御寒而生的生存资源。但是如今全球市场萎缩，加上动物保护团体一直批评猎捕海豹，让原住民延续了几百年的海豹皮工艺面临挑战。格陵兰南部小镇卡科托克人口3000人，当地仍保留着传统海豹皮的制作工艺。成立于1977年的大格陵兰公司由自治政府全资拥有。公司代理主管詹森表示，如果没有海豹与猎人，格陵兰人无法在北极生存。For centuries, we have used the seal skins not only for clothing but also for material, like the kayak was used from seal skin, for food. 然而，詹森坦言，年轻世代虽然仍以捕猎海豹作为食物，但加工技术正在逐渐流失。2009年，欧盟禁止商业海豹制品交易，但因纽特例外条款让格陵兰得以继续出口。不过，詹森表示，多数产品仍是在本地销售，市场有限。If we didn't have the Inuit exception, we will only be selling products in Greenland. And I think we are so few people, so maybe we couldn't manage. 动物保护团体则批评猎捕海豹的过程过于残忍，仍然持续反对。The bottom line for us as an animal advocacy group is the suffering of animals. 据悉，格陵兰海域栖息6种海豹，总数估计达到数百万只，每年大约捕猎15万只。
格陵兰政府强调，海豹族群的数量稳定，产业更是猎人重要的收入来源。詹森希望海豹皮文化能如因纽特人的其他传统得以延续100年。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欣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